家好，我是悠悠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带大家来 Chinatown。这个礼拜呢是他们的 Ginjay， 就是斋节。然后大家都知道吃斋最大的地点就是在中国城，所以今天带大家来看看。好，那就跟着我脚步 ，Let's go take a look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来楼顶，它叫做老店，老店应该就是台语吧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吃一下，它刚好现在 Ginjay 有 J 的 dim sum 的 menu， 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这家店呢，它主打是它的 dim sum， 然后大家都知道泰国是一个非常民主包容性很够的一个地方，而且他们所以他们不只是有过泰国的节日，也有很多华人的节日。那他们觉得在这里吃斋的话，就是可以不杀生，所以是做善事。那今天就想说带大家来楼顶，然后吃吃看他们素的dim sum，看好不好吃。然后可以跟大家就是 update 一下，这个其实今年呢，因为还是在 COVID-19 的期间，所以今年的泰国吃斋节呢，它叫做九皇斋节，并没有像以往的这么盛大，像去年也没有很大的活动。这2年这个 COVID-19 的关系，所以其实他们也把这个活动就是减少，尽量不要有太多人再继续感染，因为大家也知道。泰国这个最近的疫情算是慢慢的有在控制下来，前几天跟今天都只有9000多人，说起来好像很多，但是其实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。之前有上到2万啊、3万都有，所以现在到9000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就希望大家可以也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，然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所以现在上来的这个呢，它是 Original Steam Omni Meat Dumpling， 它的这个 meat 应该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素食的肉。好，继续吃。所以把它里面的这个肉打开之后呢，发现的是，就吃起来就是感觉就是素肉啦。所以如果跟之前吃过像 Beyond Meat 啊，或者是 Impossible Burger 比起来，它这个肉是吃起来是有素肉的感觉，所以还是比较 prefer 像 Impossible Meat 或者是 Beyond Meat 这种感觉。这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，它把它包的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包子，就把它包起来的感觉。然后它还有用应该是 seaweed 还是什么东西把它弄起来，上面这个感觉很像一朵花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个包子比较好吃，跟刚刚吃到这个饺子来说，这饺子就是比较一般啦，一般的水准，也不是不好吃，就是一般的水准就 OK。然后，但是因为它这个有 truffle 的 oil 在里面，所以你吃得到就是很重 truffle 的味道。我本身对 truffle 是还可以，还行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这个素肉呢，吃起来也不会让你感觉到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素肉是会干干的。所以它这个素肉其实我觉得是还做的还蛮好的。然后再来第3个呢，就是我刚才说这个，它这个应该是芋头。我本身是很喜欢吃芋头，所以对于芋头就是有点无法抗拒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这个芋头的今天比较惊艳就是芋头酥。这个所有的专门dedicate给 vegan 的点心呢，我看总共有5种不同的点心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menu 是，如果你要点 appetizer 或是 soup， 或者是有一些 rice 跟 noodle 的话，也是有这种选择。所以如果你来这边，你就不是想要吃点心的话，它也有其他选择。所以我觉得是以选择性来说是还不错，还有蛮多的选择。我现在吃完，然后刚刚在结束之前呢，他店家有给我一杯他们的姜茶Ginger，好好喝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待会见啦 ，See you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家8号甜蜜。
八号甜蜜在网络上应该也是非常火红的一家店，它在雅瓦拉，就是中国城。我们这一次点的呢是它的招牌，它叫做黑芝麻。他们这家店应该都是卖一些甜饼，这应该是黑芝麻布丁。它的黑芝麻布丁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它就是有这个黑芝麻，然后呢旁边给你一个黑芝麻的芝麻糊，然后芝麻糊呢它是要倒到这个芝麻布丁上面，然后再吃。那现在就来吃吃看吧。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一家，是因为这家店的名字非常的特殊，它叫做8号甜蜜。8号应该是它这里的门牌号码是8号，然后甜蜜呢是因为它都是卖一些甜品，所以呢它就是有了8号甜蜜的名字。刚才吃的第一口呢，我觉得它的布丁非常的绵密，然后这个因为它是先撒芝麻粉在上面，就会给你一种很 creamy 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就是华人在泰国也是非常的多，所以尤其这个吃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意义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就想说带大家去刚刚的楼顶吃杜的丁少，然后再来吃这个8号甜蜜的甜点。太不起眼了吧，这里。好了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先进去一下。这是家有贱狗那只狗哎。跟大家 update 一下，我们现在呢是在 Wallflower Cafe， 然后之前这一家的前身是很有名的 Nana Coffee Roaster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咖啡店出来，那今天呢就想说带大家来雅瓦拉走走。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吃斋节的一个盛况。它很可惜的是，它不比往年还要这么的热闹，就只有一点点。然后一些不过大部分店家都还是有这个吃斋的，他要把这个 flag 拿出来，所以就让人家都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哪里可以吃他们的这个斋食。好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要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就记得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分享给你身边喜欢泰国事物的朋友。那我是悠悠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。